新疆吐鲁番，这里是中国最热的地区。在荒漠的边缘，一座毁灭的王城，诉说着遥远的过往。学者们认为，这座城市的历史可能超过1600年之久。然而，这座曾经是精神和贸易中心的王城，在历经数世纪之后，却突然神秘地消失。这座伟大的城市为何失落？是洪水的肆虐，还是毁于战火？为什么这座古城被废弃数百年？集体埋藏着几百具婴儿尸骸的墓地，又诉说着怎样的秘密呢？公元1996年，在交河城官署区西北角，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婴幼儿古墓群，仅从地表可以辨认出的就有230多个墓穴。经视觉显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不过10来岁，最小的仅为出生婴儿。如此集中的婴幼儿墓葬群，举世罕见。在遥远的那个时刻，繁华古城究竟发生了何等大事？只是200多个孩子永远地闭上了他们纯净的眼睛。有多少死亡的孩子，就会有多少痛苦的母亲，就会有多少骨肉分离的人间悲剧。婴儿墓地和交河城的毁灭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否会揭开交河城的毁灭之谜呢？婴儿墓地的墓穴全部是半米来长，从地面痕迹上看，上百座墓穴排列得惊人的整齐。让考古人员感到奇怪的是，墓地根本不应该出现在官署附近，因为交河拥有专门的墓地区，就是城市北端的阴界。按说这些婴儿没理由埋在活人居住的阳界，更没有理由埋在地处城市中心的官署旁边。有人认为，可能是当时的人们在亡国前怕自己的后代落入异族手中，集中杀害埋葬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个事件可能出现在公元1389年前后。这一年，东察哈台汗国的蒙古军团大举东征，在攻占了吐鲁番城和高昌城之后，作为高昌国属地的交河城也不可能幸免。虽然交河城的防御工事十分坚固，但仍不能抵御蒙古铁骑的猛烈进攻。交河人深知蒙古军阀让自己的孩子安静地死去，并集体将尸首埋在官署旁边，让他们在阴间陪伴随后战死的人们，守护国土。这是专家们根据战争说推理出的结论，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一似乎合理的结论，却很快被新的研究成果所否定。孙满利发现，在现有的史料中，虽然有东察哈台汗国攻打高昌城的记载，但根本没有攻打交河城的记载。而且史料上记载，东察哈台的军队即便屠城，一般也不杀死婴儿和孩子，父母们没有必要采取这样残忍犯管仲。根据李霄的研究，交河城是地处丝绸之路北道的交通枢纽，
所以这里也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史料中记载，先后有居士人、汉人、匈奴人、鲜卑人、粟特人、突厥人、吐蕃人、回鹘人、蒙古人及其他民族在这里生活和居住。在这地区盛行过显教、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交河城1600多年的历史，就是这些民族逐渐融合的历史，文化交汇的历史。尽管许多民族的来龙去脉至今仍是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都曾参与到吐鲁番的古代文明中来，经历了那伴以战火、厮杀、血雨腥风的大融合。这些不同民族和宗教在历史上有很多奇特的习俗。祭祀是许多宗教都会有的重要仪式。有人提出，是否是交河历史上某个民族的神秘宗教，用婴儿进行祭祀呢？因此制造了震撼视听的婴儿集体墓地。这的确是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观点。人们需要在交河城的遗址中找到这个观点的确凿证据。考古人员在交河城的西北发现了一座地下寺院，这个寺院为穹顶式建筑，绘有壁画。不仅如此，人们发现在交河城内大小佛教建筑随处可见。佛教早在秦汉之际就已传至西域，而交河城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二站。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被当时的居士国尊为国教。他们在交河王城修建了大量的佛寺、佛塔，现存众多的佛教遗址，显示着它曾有的辉煌。尤其它这个僧侣各方面比较量比较多，它像那个交河像上面大大小小这佛寺或者个家庭佛院找了50多处，就它小小一个台地，就是它那个最多的也就是，1000多户，1到2000户这样的人家，上面台地最多的是也就是1万多人，你像有这么多的佛寺，说明那个时候那个僧侣了这个各方面，是非常多的，而且包括每个人家里边呢都有自己的家庙。当时交河城可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佛教寺院群一样的这么一个建筑。可以想象，众多的朝圣者、穿梭的僧侣为交河城的繁荣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交河一度佛教盛行，直至14世纪东察合台汗国入侵前，都是佛教的圣地。交河信仰的主要是佛教，当时佛法昌盛，人人讲佛，杀生乃是佛教大忌。以慈悲为怀的佛教信众不可能拿小孩祭祀，也不会允许任何人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种说法更是无稽之谈。这说明婴儿墓地的出现应该是佛教在这里消失之后的事情。荒凉的废墟曾经是千年繁华的都市，单调的画面隐藏着色彩绚丽的过往。拨开历史迷雾，寻找王城失落的真相。请继续收看《失落的王城》。曾任吐鲁番史志办主任的楚怀真对交河城婴儿墓地之谜也十分关注，他翻阅了大量的史料，试图解开婴儿墓地的谜团。一次在一个村庄考察时，楚怀真偶然发现了一个墓地。这个墓地中央有一座巨大而奇特的门形建筑，这个建筑样式迥异于当地的墓葬习俗。
他进一步观察发现，在这个奇特的建筑上有很多大小相同的长方形洞穴，洞穴中似乎放着什么东西。他拿起一个散落的物品仔细观看，让他大吃一惊，手中拿的居然是婴儿的肋骨。他发现在每个洞穴中都有一个婴儿的尸骸。那个小孩那个头屁股嘛，像鸡蛋皮儿、鸭蛋皮儿就那么大。那个小孩的那个肋巴骨头的长度，就是小拇指头、中拇指头那么大肋巴骨头。那个腿的骨头也就是那么长。我一看，我说：“哦呦，这挺奇怪的嘛，这怎么回事嘛？”再一看，就这个长方形的这个弓瓣上有56个这样的洞。其中打开的有40多个，还有好多没有打开。这些婴儿因何而死？为何被集中埋在这里？他们是什么年代埋葬的？一系列疑问从楚怀真的头脑中闪现。于是楚怀真开始在村子里走访调查，并逐渐发现了这个墓地形成的原因。通过这个地名的研究，这个地方呢叫塞伊提阿哈迈提霍加马扎。塞伊提阿哈迈提这个人呢，当地人相传是土耳其来的一个传教士，所以他死了以后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当地人呢就给他修了那个宫瓣。那个地方地名呢也就叫他的名字，叫塞伊提阿哈迈提霍加马扎。那么咱们当地的人呢，给他们的孩子给一个好的寄托，是吧？就在商城宗教人士的这个弓瓣上，因为它是土坯砌的，非常方便，就掏一个30-50公分长的一个洞，把这个小孩拿一块布子裹进去放到里头，然后再拿一个土坯立到上面，再把它挡起来，还用草泥再磨掉，已经没有人知道的，是吧？这是后来有人好奇可能性，就把好多都扒开了。如果这个婴儿墓地是当地居民早期的某种墓葬形式，那么它就从侧面佐证了交河城婴儿墓地是元代出现的，随着察哈台汗国的入侵而形成的新的墓葬形式。从现在这个情况看呢，它不光仅仅是那个婴儿墓地里埋葬的，它在城里边很多，只要是断崖的地方，你要在那走仔细看，你也能看见，有的墙壁上呢掏了一个小坎儿，很不规整的小坎儿，进去大概有这么深，这么长个小坎儿。那些小坎儿原来都是埋小孩的，后来我们的考古学家在西门的时候呢，挖掘了一个，就是那个地方呢，当时都被土给盖住了，后来一挖完以后呢，西门那个断崖就出来了，他就觉得断崖这个地方怎么是用泥巴糊起来的，而且还镶的石头，最后把那个石头一打开一看，里边是个小婴儿在那埋着呢，就是说它不可能是同时期的，要是同时期的话，它不会这么零散的到处都埋，它会一次性的埋到那个地方。明史记载，占领吐鲁番地区的东察哈台汗国很快就向已在东方兴起的大明帝国称臣纳贡。公元1414年，明帝国曾派出外交家陈诚出使西域。明朝的时候呢，陈诚出使西域，就在交河城下边呢，就住了一晚上。住了一晚上以后呢，根据他的记载呢，说这个城里边呢，大概还有200-300个人。此时陈诚见到的交河已是破败不堪的荒城，但仍有居民上百家。根据他的记载，交河城在那时仍有人居住，婴儿墓地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居民所为。我们把这个他们身上包的这个布呢，拿去以后呢，做了碳14次测试，时代呢，也就是在元明时期吧。对婴儿墓地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关于交河城毁灭之谜的重要信息。也就是说，在公元1389年，东察哈台汗国的入侵之后，交河城没有被废弃。
这些婴儿墓地很有可能就是交河城最后的居民所为。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最后的居民也从这片土地上消失，让交河城彻底死亡呢？一座死亡的都市，一堆残缺的尸骨，是谁给他们的历史画上了句号？在一片死寂的背后，寻找他们曾经鲜活的生命。失落的王城正在揭秘。在李霄对交河城考察的过程中，另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发现现在还能辨认的房屋就数以千计，但是所有房屋的屋顶都无一例外地消失无踪。当年交河城中的房屋到底是什么样的屋顶？圆的、平的还是拱形的？这个问题困扰着世人。公元1996年，一队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文物局的国内外专家来到交河考察，试图揭开交河城的屋顶之谜。日本学者在考察后提出一个令人震惊的说法，他们认为交河城的大型建筑根本就没有屋顶，因为他不相信那时的人们能够建造出如此宏伟的大殿。比如说这个541.2平方米的佛教殿堂，古人应该解决不了屋顶大跨度的力学问题。很多专家对日本学者的观点表示怀疑，但一时又没有什么证据来反驳。然而随着考察的深入，人们在主殿前的水井里刨挖出几十麻袋的青砖、铜瓦和滴漏，这些都是汉地房屋的建筑部件。这有力地证明了佛寺不仅有顶，而且有一个巍峨壮观的屋顶。李霄还发现，整座城市采用的建筑布局和唐代的十分相似。在城市建造过程中，应该有来自中原的设计师参与规划建造。而且在唐代，交河城的居民很多也是来自中原王朝的军人和商人。根据中原地区的习俗，这数千座房屋不仅不可能没有屋顶，而且屋顶形式可能至今仍被当地人使用着。那实际上我们新疆现在有好多这个房屋建造也是不用瓦，上面直接就是用这个树脂印或者用这个草泥一抹，因为它没有雨嘛，所以这些东西毁坏后看不到了，所以这屋顶只能说是毁坏了，应该是肯定屋顶是应该有的。那么这些屋顶是如何毁坏的呢？这和交河城废弃之谜是否有着某种关联？人们最容易给出的一个答案就是战争。历史上战火不断的交河城，以及东察哈台汗国的毁灭性入侵，大火蔓延整个城市，屋顶被烧毁坍塌。交河城很多土都是非常红的，就是被烈火烧过的。这块这个土呢，它本来是黄土，但是已经被烧成褐色了。随着这个到这边温度的增高呢，土的颜色呢也逐渐变红，到这边呢就已经红的就快成这个黑色了，就是快成黑色是什么？就是表面也很光滑，就是温度太高可能把土呢就烧流了，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烧成这个琉璃状了，就接近于琉璃状了，就说明呢这个地方呢它因为这个火势很大，它温度很高，所以把这块土呢就烧成这个颜色。但奇怪的是，大火会将屋顶全部烧毁，一个不留吗？它们为何都不见了呢？交河城本身所在的台地位于亚尔乃兹沟中，
而亚尔乃兹沟正是远古时代由于洪水冲蚀而形成的。大自然以它巨大的创造力，在河谷中央留下了一个平面呈柳叶形的核心岛屿。洪水会不会在600年前的一天再次袭击这里，从而导致交河城的毁灭呢？上个世纪80年代就曾经有一场大水，把交河前面有一个桥都冲断了，啊，它这个尤其它这个有个那个西，就是东边那条河，啊，我们说东岸，它就对这个交河就冲得比较大。现在我们可在交河区可以那个崖边可以看到，有些崖边就有井，有一个最南边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井是有一半，啊，说另一半已经塌掉了，这一半还在崖体上。那么这个井它要打的话，它当时绝对不会在这个最崖边打，因为最崖边打的话它没水，啊。据测算或交河这么多年，应该说从东边这块应该已经塌了这个20-30米。啊，这是从历史上去测算，因为它现在有的那个房屋已经在最边上。那么为什么塌了？它大部分的原因就是这个水冲的。也许在一个雷鸣之夜，无情的洪流瞬间冲进没有准备的交河城。一夜之间，1000年的古城被肆虐的洪水变成了一片废墟。难道真的是一次巨大的山洪袭击，彻底毁灭了这个一度辉煌的古文明吗？孙满利开始查找关于这场洪水的有关证据，但他发现史料中丝毫没有洪水的记载。这个水它大，它是冲不到交河上面去，因为交河上面应该这个交河有高有20-30米的啊，目前它还没那么大的水在上面冲，啊。这个是冲不上去，但是上面就是古代的时候有没有水，应该说也有一些水流的这痕迹。你像交河县最这个北边，就有一条大的这个卵石，这个就是冲击物这个。当然这个都是在就是台地形成的时候，啊，那么我想这个台地形成这个故城形成后，应该有这么大的水在上面冲是可能性不大。在史料中不仅没有洪水的记载，种种文字却把结论推向了和洪水相反的方向。据记载，公元1285年，吐鲁番盆地大旱，颗粒无收。其后，中国大气候进入14世纪初至19世纪末的寒冷期。这个气候干旱后，它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承载力，它养活不动那么居民了。你像交河最初期的时候，在这个汉代的时候，你像匈奴人要有4000多人在那屯田的，啊，那么到了后期的话，它慢慢它像周围你看那个现在它的承载的就是由于这个气候变化，尤其我们到了这个元末以后，应该是我们国家这个气候进入一个这个小冰期阶段，比较寒冷啊，比较寒冷。那么这地方一寒冷的话，你想这个水的资源了各方面都受到限制。昔日辉煌的吐鲁番盆地经济萧条，农业生产力下降。公元1928年，当时整个吐鲁番老城也只有100户人家，新城也仅有600户人家，全吐鲁番地区的人口也不过是交河城鼎盛时期人口的1/5。由此，孙满利认为，交河城的命运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吐鲁番地区气候变迁的影响。至此，交河城由兴盛到衰亡的历史，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环境方面也有一定的影响。应该总体它这个都是一个综合因素的。那是在遥远的公元前1世纪，乌氏人就开始建造交河城，而后又由居士人继续修建，直到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交河成为繁华的都市，并在唐代达到了巅峰。但此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陆地丝绸之路逐渐衰落下去。因为它这个地方的经济主要收入就应该是靠这个商贸，
这是它的主要的经济收入。你没了这个经济来源了，它也就没有这样一个力量来恢复了。此时，交河虽然失去了国都和交通枢纽的地位，但却以佛教圣地傲立于世，直至13世纪末叶。随着东察哈台汗国的蒙古军团大举入侵，给交河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但此时，交河城仍然没有被完全废弃，有些居民还在此居住。但此后，随着气候变得越来越干燥，人口开始大量减少。它这个城池，包括它城池所在的这个周围区域，没有办法就是抚养更多的人在那生存，这样的话，你就是古代的话，你没有人的话，你这个城市也就慢慢毁坏了。就这样，交河城在荒漠中沉睡了600年之久。20世纪初，随着考古学家的到来，它再次进入人类的视野。正因为气候干燥异常，这座失落的王城仍然保存完好。因此，在21世纪初，交河城更成为历史学界的热点。由于史料的缺失，关于交河城历史的很多问题，至今仍然无法澄清。因此，在很多细节上，人们不得不根据考古实物进行科学的推理和猜想。这种猜想，也许就是历史的真实，也许与史实相距甚远。但这些并不影响我们对那段历史的深切关注。今天，交河城已成为著名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胜地，每年有很多游客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他们称这里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今天的交河城以2000多年的古老身姿，震撼着人们的魂魄，让人们感叹着历史的沧桑变幻，人世的生死无常。